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再戰上海 China GT 門票能3連秒空嗎？4月秒空，7月又來了。2026年4月，上海國際賽車場的門票銷售創造了一個讓整個中國賽車圈都難以忽視的數字。開售前45天，近5萬張門票全部售罄，從380元的看台票到5880元的 VIP 套票，無一剩餘。票務系統因瞬時流量過載一度崩潰，官方連續加開8個售票區仍供不應求。當時很多人覺得，這大概是 China GT 10年來最瘋狂的一次了。結果3個月後，珠海站打了所有人的臉。提前25天開售，正賽門票半小時內被搶光，預售量突破 2.4 萬張，現場觀眾超過 4.5 萬人次，在40攝氏度的高溫下擠滿了珠海國際賽車場的看台。同一周，王一博在珠海站排位賽中跑出1分37秒133，個人最快圈速第4次刷新。現在，同樣的劇本似乎又要上演。9月4日至6日 ，China GT 第4站將回到上海國際賽車場。王一博已確認以85號車手身份代表 UNL Racing Team 出戰，門票預售時間尚未公布，但社交媒體上85號車手上海站等關鍵詞已經開始密集發酵。提前45天秒空，半小時售罄，同樣的劇本能在9月再演一遍嗎？85號車手還在進步嗎？如果把時間拉回到2024年10月，王一博第一次站上珠海國際賽車場的 GT3 賽道時，很多人對他的期待值其實並不高。一個跨界明星，即便有摩托車賽事的底子，在4輪 GT 賽車上能跑出什麼名堂？當時他的正賽最快圈速是1分38秒648，不到2年時間，這個數字被刷新到了1分37秒133。上海站的圈速也從2025年的2分04秒左右提升到了2分03秒357，提升近1秒。數字本身可能有些抽象，說個更直觀的參照，專業車評人韓露在珠海站後評價，非職業 AM 車手的圈速天花板基本就在1分37秒左右，王一博已經穩穩踩在了這條線上。排位賽中，他連續3圈跑進1分37秒區間，首圈就超越了前一日的最佳成績，隨後又把成績推進到 0.001 秒級別。珠海站的正賽同樣有戲劇性。7月26日，颱風紅霞來襲，珠海賽道遭遇暴雨積水，多車失控。王一博從全場第18位發車，幹胎起步，全程零碰撞、零失誤，完成多次乾淨利落的超車。衝線時暫列 M 加組別季軍，但因原本第2名在安全車階段違規被罰5秒，85號車組遞補升至亞軍，全場排名升至第12位。賽後領獎台上，王一博握着香檳低頭憋笑，轉頭精準噴向隊友毛俊豪的畫面在社交平台瘋轉。一個更值得關注的變化是，他的搭檔從方俊宇換成了毛俊豪，組合等級和進站加時條件隨之調整，但結果依然穩定。上海站結束後，他的積分是16分，珠海站亞軍帶來15分，總積分增至31分。從2024到2026， 3個賽季，3條賽道，圈速都在下降，積分在攀升，搭檔在變化，但出戰即登領獎台的記錄沒有斷過。有人說這是運氣，但一連串的數據支撐下，運氣這個詞已經不太站得住腳了。03，賽事本身在悄悄長大，把目光從85號賽車身上移開，看看整個賽場的變化，會發現一些更有意思的事。2024年珠海站
GT3 組別參賽車輛不足10輛。2026年同一站，這一數字超過了30輛。全國108位車手同場競技，創下 China GT 創辦10年以來發車規模之最。57輛賽車在上海國際賽車場集結的畫面，讓不少老車迷直呼從來沒想過能在中國看到這種場面。賽事能級的提升是肉眼可見的。去年 China GT 正式從冠軍賽升級為錦標賽，成為國家級最高水平的 GT 場地錦標賽。今年小米成為全年總冠名，雷軍本人甚至在上海站親自揮動方格旗，紅牛等品牌也在現場搭建了激活展區。從小眾圈子到商業賽事， China GT 確實在走一條此前國內賽車市場從未走過的路。SRO Motorsports Group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斯特凡·拉特爾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說過一句話： China GT 能擁有這麼高的人氣，很大程度得益於中國電影明星王一博的參賽。他為賽事吸引了大量大眾關注，也讓這項賽事順利發展起來。這句話說得非常坦誠，也確實反映了現實。但一個賽事的成長不可能永遠只靠一個人。中國職業賽車手張真東電影《飛馳人生》的原型在上海站現場說過一句話：賽車不只有 F1。他親歷了 GT3 組別28台賽車同場競技的歷史高點，也在這個賽道上刷新過 TCR 車型的最快單圈紀錄。他的視角或許更能說明問題。當一個賽事從小眾走向大眾，追着明星來的人可能會先走，但被賽事本身留住的人才是長期飯票。珠海試車日，40攝氏度高溫下看台滿座，就是一個很好的信號。那天沒有王一博比賽，但觀眾依然坐滿了。04沒有王一博，票還賣不賣？這是繞不開的問題，也是很多人一直在問的問題。有一個說法在網絡上流傳 ，China GT 的門票是因為王一博才開售。這個說法其實經不起推敲。賽事官方從未將門票銷售與特定車手掛鈎。非電動方程式上海站獨立售票，珠海試車日滿座，都是反向證據。那些場次沒有王一博，但觀眾依然買單。當然，必須承認的是，王一博的參賽確實讓 China GT 的票房數據出現了質的飛躍。4月上海站的門票記錄，7月珠海站的半小時售罄，這些數字放在中國賽車運動的任何一個歷史節點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此前從未接觸賽車的年輕人，因為王一博第一次走進賽場，第一次聽到 GT 賽車的引擎轟鳴，第一次了解什麼是進站策略，什麼是組別積分。但問題在於，當這批人被吸引進來之後，他們會不會留下來？9月上海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窗口。如果再次售罄，說明王一博的個人號召力具有持續性，不是一次性消費。如果非王一博參賽場次也能賣出可觀的票量，那就說明賽事本身已經開始建立獨立的票房基礎。這兩種情況並不互斥。一個健康的市場應該是明星效應和賽事品質兩條腿走路。事實上 ，China GT 的組織方也在做這件事。從國家級錦標賽的升級，到小米全年冠名，再到參賽車隊的規模擴張，賽事的商業化路徑越來越清晰。GT3 組別參賽車輛從8輛增至30輛，意味着車隊和品牌的投入在增加，賽事的競爭密度在提升，比賽的觀賞性也在增強。賽車市場最終靠什麼留住人？不是永遠綁定一個名字，而是品質和懸念。當一輛賽車在最後一個彎道完成絕殺，當暴雨中車手穩穩控車衝過終點線，當積分榜上的數字隨着每一站比賽不斷變化，這些才是讓人反覆買票進場的真正原因。
9月的上海國際賽車場85號賽車會再次駛上賽道，門票能不能再創紀錄？王一博的圈速能不能繼續突破 ？China GT 能不能在明星光環之外長出屬於自己的肌肉？這些懸念都等比賽來揭曉。你覺得9月上海站還能再創紀錄嗎？歡迎在評論區聊聊。